大家好，用电影武装知识的于叔又上线了。最近江西教师汪康夫去世了，一时间再度引发网友们热议。去年于叔曾在公众号向大家介绍过这位为自己申诉了56年的强奸犯。1966年，24岁的小学教师汪康夫被指控强奸猥亵多名女学生，最终判处10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多次申诉都被法院驳回，直到临终前仍然嘱托子女继续替他申诉。对此，网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一方面，当时的证据不充分，将汪康夫定罪的证据材料主要是口供和负责找女学生谈话的教师所写的材料，并没有医生的检查鉴定。另一方面，受害人事后翻供，得知汪老师要申冤后，不少当年的学生主动帮助汪康夫寻找当年的受害者。除了一人去世，一人未联系到，其余10名女生都否认了被汪老师强奸或猥亵。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他的清白表示质疑。最关键的理由是，今年年初，最高检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认为现有证据不能推翻原审判决，申诉理由不能成立。那个年代的强奸猥亵案本就很难征集证据，何况时隔50多年，案情也变得愈发模棱两可。汪康夫究竟是否被冤屈，于叔身处案件之外，也很难做出定论。但坚持上诉是每一个公民合理的权利，理应给予支持和重视。于叔想起了5年前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电影，其中便向我们展现了申诉再审的意义。再审。2000年，韩国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司机劫杀案，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赵贤宇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法院判处他入狱服刑10年，还需赔偿受害者家属4000万韩元，当地的福利院出面借钱给他们赔偿。谁知利息惊人，10年过去，欠款如滚雪球般变成了1亿7千万。如果不还清这笔钱，贤宇又要回到牢里。贤宇的母亲一直坚持儿子是无辜的，为了申诉，他多年来四处奔波，因为长期患有糖尿病而导致失明。奇怪的是，贤宇本人并不上心，面对律师李俊英的帮助也极不耐烦。李律师不肯放弃，他自己也希望借助这件难搞的案子获得事业翻身，因此申请案件再审。他调取了案件信息，开始寻找漏洞。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疑问浮出水面，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作案时间存疑。根据警方记录显示，案情源自贤宇与出租车司机发生了口角，于是闯入出租车后座，掏出刀子刺进了司机的脖子。可是案发当天凌晨2点09分40秒，贤宇曾与母亲有过一次电话，而根据出租车的打表器显示，司机停车的时间是2点08分，一边打电话一边行凶，显然并不实际。贤宇要想行凶，只有1分40秒的时间。李律师立刻按照警方的案件记录反复还原行凶全程，从闯进后座拔刀刺杀，再到擦拭刀刃血迹，将刀藏进车座，无论动作多么麻利迅速，都要将近5分钟。很明显，贤宇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记录的造假让他不由怀疑执法流程缺乏合法性。在他的开导下，贤宇终于说出当时的情形。案发当晚，他刚从兼职的茶馆下班，正骑着摩托车回家，在一个十字路口差点撞上一个跌跌撞撞的人，躲闪不及，他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紧接着，他发现了路口遇害的出租车司机，并立即报警。没想到，一位白刑警在贤宇的摩托车里翻出了一把刀，并一口咬定他就是凶手。警察并没有将贤宇带回警察局，而是带到了一处宾馆，对贤宇拳脚相加。随后，白警官凭空编造出一段杀人经过，逼贤宇写下认罪书，坦白是自己用水果刀杀死的司机。贤宇当即反驳，迎来的又是一通暴打。听完贤宇的回忆，李律师来到了那间刑讯逼供的宾馆房间，地上依然散落着不计其数的认罪书残稿，显然这里还发生了许多屈打成招的事件。要想翻案，仅驳倒犯罪证据还远远不够，关键要有证明无罪的证据。如果证据不足，甚至无法启动再审，此中艰难，从汪康夫的自白亦可看出。法官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而我却用了1辈子来证明自己无罪。首先要有不在场证明。
据贤宇回忆，当时和他在一起在茶馆打工的还有一个女孩。案发当晚，他差点遭到茶馆老板的强暴，幸好贤宇出手相救，并夺下了女孩手中的刀子。随后，贤宇便骑着摩托车载她去了车站，刀就是那时落在了车上，成为了警方定罪的证物。贤宇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女孩的地址，然而他却断然拒绝出庭作证，因为他所工作的茶馆一直都是风尘之地，如果传出去必会招来无数流言蜚语。不过，女孩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在贤宇入狱3年后，曾有人举报了当时的真凶，当地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只需要找回丢弃的凶器便可以定罪翻案。然而逮捕令很快被驳回，调查也不了了之。李律师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真正的凶手。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凶手说自己早已承認了罪行，却一直安然无事，连他自己也感到诧异。내가 살인범이라는데 경찰, 검찰이 그냥 가래。背后的受益直指当年的检察官。由于平白出现另一个凶手，自然会引起轩然大波。경찰의 강압수사에 검찰의 무책임한 구형，都将遭到民众的口诛笔伐。检察官为了自己的前途，决定掩盖这起丑闻。为了封口，他授意白刑警将凶手与举报人抓回，通过一番殴打折磨，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撒谎，并送进精神病院。举报人不堪折磨，选择了自杀。显然，这不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官官相护的大冤案。李律师也清楚，自己要对抗的是当地的司法部门。于是他想到了通过电视节目宣传，很快就找到了一位当年的目击证人。这位证人目睹了真凶作案的全程，表示没有看到贤宇的摩托车，当时也曾向警方举报，警察们却根本不听。他立刻将这一信息通知了自己的搭档，没想到下一刻证人被检察官派来的人抓走，并强行扣上了罪名。上前争执的李律师也一并被拘留。原来检察官早已买通了搭档，始料不及的背叛让翻案再次陷入了困局。 사람답게 살려면 살인 무명을 벗겨줘야 된다고! 사람답게 살려면 돈이 필요한 거야, 춘영아. 沉冤得雪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同时也让人感到无比的遗憾，因为冤案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已经没有办法弥补。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判杀人罪，此后21年间，聂的父母不断上诉，直到2016年，最高法院再审改判其无罪。可惜，含冤的聂树斌早已在21年前被处以枪决。 2020年，张玉环杀人案再审改判，当事人张玉环时隔27年后沉冤得雪。虽然获得了496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已经买不回27年的青春了。在人们眼中，汪康夫的上诉同样是一场西西弗的顽抗，屡屡上诉让这段往事不断被重提。 邻里的捕风捉影也让孩子们受到连累，一个初中就已辍学，另一个读了职业高中，唯独小女儿上了大学，但汪康夫却无力负担她的学费，只能靠其他子女的帮助。因此，汪康夫也时常对孩子们心怀愧疚。这样不顾一切的申冤，到底是值还是不值呢？ 电影再审中同样有着类似的辩证，检察官曾向李律师开出条件，只要放弃再审，便能给他优越的待遇。 至于贤宇，也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封口费，这笔钱是他干一辈子活都赚不到的。学弟也向李律师质问： 이쪽이 의뢰인 위한 거냐? 확률 없는 재심이냐 아니면 확실한 돈이냐? 而李律师的心路历程也不啻为一场关于正义的再审。起初，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自私，为杀人犯翻案可以打响自己的名号。因此，他心里其实不在乎贤宇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直到他了解到真实的案情后，才激起了心中的正义感。他将翻案作为事业，热血沸腾的想要为贤宇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冤屈者的一种保护。 贤宇的朋友曾找上门出钱请他帮忙杀人，他还劝告贤宇别再相信法律了。 가진 놈들이 자기 이익 보하려고 만든 게 법이요. 贤宇对法律的信心也逐渐消磨殆尽，一度准备杀死白刑警报仇雪恨。如果没有李律师力争再审，他不仅无法平反，甚至可能成为真的杀人犯。 내가 이 세상 사람들한테 말해줄게. 너 절대 살인범 아니라고. 너 살인범 만든 건 우리라고.
申诉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揪出司法的漏洞，敦促进步。汪康夫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于叔不敢下定论。但对于汪康夫的上诉，于叔是100%支持，这是他应有的权利，也应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与严肃对待。正如罗翔说的，这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刑法一定要有2个价值，一个是保护机能，惩罚犯罪，保护法；还有一个是保障机能，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任何权利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去运行。在现代社会，刑法是双刃，它有2个刃，一个刃砍向犯罪分子，惩罚犯罪，保护；还有另外一个刃，面对司法机关来限制司法机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每一个冤假错案的纠正，并非是为了瓦解司法的公信力，而是为了见证法治的进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